能量秒杀太阳，不定时清理星系生命，伽马射线暴到底有多厉害，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北京时间10月9日21点17分，我国使用包括高海拔宇宙观测站、高能爆发探索者和慧眼卫星等在内的诸多天地联合观测手段，观测到了迄今为止最亮的伽马射线暴。这次的伽马射线暴来自距离地球2000多兆光年处，并且此次探测到的该伽马射线暴的最高光子能量达到了惊人的18万亿电子伏，是过去人类观测到的最高光子能量的18倍。而这样距离的伽马射线暴估计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会发生一次。所谓伽马射线暴，就是指来自宇宙某一方向上的伽马射线在短时间内发生强度变化的一种现象，一般可以持续0.1秒至1000秒。而根据持续时间的长短，主要可以分为长暴和短暴两类。持续时长在2秒以内的是短暴，大于2秒的则是长暴。伽马射线暴的能量和威力是非常恐怖的，其在短短几分钟时间里释放的能量，就是我们的太阳在上万亿年时间中发出的太阳光能量的总和，是目前已知宇宙中最强的一种爆射现象。而伽马射线暴蕴含的强大辐射和能量，不仅会破坏生物的 DNA 等，而且还会导致行星大气层的直接丢失，足以使大范围内的所有宇宙生命全部消亡。而据科学家们的估计，伽马射线暴的定期爆发会将90%左右的星系空间清扫，这意味着宇宙生命如果要进化成高级物种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而由于伽马射线暴大几率在星系的中心部分爆发，越靠近中心，遭受伽马射线暴摧毁的几率就越大。因此科学家们认为，一个星系如果有生命存在，那么它大概率会在占据整个星系10%的外层空间范围内。那么伽马射线暴是如何形成的呢？事实上，伽马射线暴的产生可能会有多种情况。如果是持续时间较长的长暴，那么大概率会是大质量恒星走向灭亡时产生的。而如果是持续时间比较短的短暴，则可能是中子星与黑洞、中子星与中子星，或是黑洞与黑洞互相碰撞合并产生的。而据科学家们的研究，地球在大约4至5亿年前就曾被伽马射线暴击中过，后果就是直接导致了奥陶纪的生物大灭绝。这意味着地球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也可能被伽马射线暴再次袭击。因此，对于伽马射线暴的观测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而我国观测到的迄今最亮伽马射线暴，不仅在国际上首次打开了10万亿电子伏波段的伽马射线暴观测窗口，而且提高了将近20倍的伽马射线暴光子最高能量记录，更创下了伽马射线暴观测的很多记录，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最后问题来了，如果伽马射线暴真的来袭，你会出手吗？